大家好，我是何光。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点屏幕啊。那么今天这个其实也算半个粉丝点播的视频嘛，因为有蛮多人在私信啊或者 QQ 上面问我能不能来点一下这个屏幕。那么这个屏幕其实今年在今年的淘宝上面火起来之前，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印象中就在闲鱼上见过了。那这个屏幕呢，一开始就发现它蛮奇特的。就这个屏呢，你第一眼看到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呢，它正面是这么一个银色材质嘛，那么然后旁边还有这个黑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普的记忆液晶。但是呢，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玩意儿绝对不是记忆液晶。为什么呢？就是说，就记忆液晶，它所谓这个记忆 memory， 其实就是指它这个屏幕上面集成了 SRAM，背面可能不太能看得出来，但是呢，它用液晶的这个 TFT 工艺，在每一个像素下面做了一个移位的内存，所以呢，它就不需要一直刷新这个屏幕，就可以把像素直接存储在屏幕上的内存当中。那么要做这个内存呢，显然前提条件就是你得有 TFT 工艺，它才能造这个内存。而这个屏幕呢，我从图里面就可以看到啊，它呢其实是有上下两片玻璃加在一起来达成的，可以看一下，上面一片玻璃，然后下面另外一片玻璃，之后每片玻璃上面贴了一个芯片。那么这样两片玻璃的结构是什么呢？这样两片玻璃的结构其实是跟就是更加古早的这种反射式液晶的结构是一样的。可以看到这个，你看这个液晶，它也是上面一片玻璃加上下面一片玻璃，两片玻璃这么叠起来这样一个结构。这样的话呢，这个每一片玻璃上面，一片玻璃只有横的扫描线，一片玻璃上只有竖的扫描线，这样呢形成了一个矩阵，它就是一个被动屏幕的结构。而有 TFT 的主动屏幕结构呢，横竖扫描线都是在下玻璃上的，上玻璃只是一片公共级而已。所以说呢，它这个结构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屏幕从结构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它绝对不是一个 TFT 屏幕。但是被动矩阵呢，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屏幕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不是像银色的这种光泽。就是银色光泽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反光光泽也好，其实区别是在于它的反光层做在什么地方。它如果把反光层做在像素里面了，那就是像 Memory LCD 这样，更加像银色的。如果呢把它做在了屏幕背面贴了一张反光纸，那就是这样的，稍微有点偏绿的这么一个色泽。其实呢有一个反例，就是在苹果的 Macintosh Portable 上面，它呢虽然是 TFT 的屏幕，而不是被动矩阵液晶，但是呢它也用了在背面贴反光膜的方式来做成反射屏，所以呢它的光泽就很接近于这种屏幕，而不是像更现代的 TFT 反射屏是这样一个银色的光泽。所以呢有那个反例存在，所以呢我以为这个屏幕呢其实也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反例。它虽然是这种反射被动液晶，但是呢它却做成了跟 TFT 一样的反射结构，像素内做反射结构，所以呢才让它有了银色的光泽。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呢买了这个屏幕，一买到这个屏幕就发现我大错特错啊！为什么呢？这个屏幕你仔细看它的光泽其实非常的奇怪，我们拿到显微镜下去看一下。现在是透过显微镜来看，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像素其实并不均匀，它并不是非常白的一个像素，而是这个像素里面有些灰灰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确实就跟一般的 TFT 液晶或者是 STN 液晶观感不太一样。 STN 液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不均匀现象，但是它的怎么说呢，质感不一样吧，就这么讲。所以这个屏幕呢，它应该不是 STN 液晶，也不是 TFT TN 液晶，那就很奇怪了。我最后上网找了一圈，最后还真找到了这个屏幕呢，它叫做这个 Quick Response Liquid Powder， 或者说是快速响应液体粉末屏幕。那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其实它的这个原理跟 E-Ink 有点像，它有一种粉末，然后这个粉末是带电的，它的粉末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白色，有两种不同的粉末，然后带不同的电荷。之后你给它施加一个电场，就可以让这个粉末的位置上下对调，就可以实现黑白不同的显示。同时它也像 E-Ink 一样是双稳态的。区别和 E-Ink 区别不同呢，是 E-Ink 这些颗粒要浸没在一个液体中，像油一样的液体，然后给它封成胶囊，最后呢再把胶囊浸在另外一种液体里面，封到
玻璃跟膜之间。它这个液态粉末啊，它是粉末是直接给它浮在空气当中，之后呢给它夹在2片玻璃当中，所以呢它的结构上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听起来原理也比较像。至于它为什么叫做这个液态粉末呢，左边也是画了示意图，下面呢是你普通的粉末，就你想比如说一般的面粉嘛，你把这个面粉呢倒到桌子上，它会形成一个小山丘。但是如果是水的话呢，水显然不会形成一个山丘，水就直接流下去了。然后它这个粉末呢就是个像水一样，你给它倒到桌子上之后呢，它就会直接流到地上，所以呢它把这个东西叫做液态粉末。它相比 E-Ink 一大优点是它的响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像这里的写的话是白到黑以及黑到白的响应时间只有 0.2 毫秒，不像我们一般 E-Ink 的话呢，这个数字得在100毫秒左右。所以呢他们用这个技术呢就做成了所谓的 LPD 显示屏。这边呢也是它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下面是这个玻璃，之后上面有这个说的纵横的电极，中间呢它给它方成了这样的一个方块，之后呢方块里面呢填上这样的粉末，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买到的呢也就是这样的 QRLPD 屏幕。同时呢这篇论文里面还给出了具体的驱动波形，这个呢之后也是非常有用的。其实这篇论文里面呢就已经给了我们相当多必要的信息用来点这个屏幕了。那么下一步呢自然就是把这个屏幕给点起来了。那你说还有什么困难呢？比如说现在还不知道这个2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没有引脚定义显然是点不了这个屏幕的。那么引脚定义怎么知道呢？像这种 Type 芯片其实一般是比较容易知道它的型号的，因为一般会写在上面，像这里有字，这里有字，这旁边还刻了字。这个芯片呢直接是上网一搜就能搜到的手册 STV7733，它这边也写了是320出的点阵屏幕驱动芯片，非常的合理啊。之后呢可以看到一些，首先明显能够看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它的驱动电压，比如它的工作电压高达90伏，这个非常的夸张啊。像一般的 E-Ink 我们驱动电压也就只有正负15伏，这个90伏确实相当夸张了。除此之外的结构呢其实没有太多意外吧，它是每一个输出可以是3级，也就是比我们一般的被动液晶要少了1级。一般被动液晶是个4级输出，它这里只有一个3级输出，但问题也不大。毕竟我们之前的这个论文里面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只有3级输出。然后呢这个手册里面呢也是给出了芯片，这个芯片本身的引脚定义，它这边有给出，但是呢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 COF， 就是这整个排线上面这边的引脚定义，所以这个其实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要画板的话，我其实并不关心它的芯片引脚定义是什么，我更关心是这个屏幕模块这边的引脚定义是什么东西。但这份手册并没有告诉我，需要通过这个引脚定义来稍微逆推一下。逆推其实也比较方便啊，我们首先是从手册里面那个引脚位置给它全部画一下点，就是每个引脚应该会在哪个位置，之后呢我就可以手动给这些 bump 标上它的引脚名称，之后呢就可以再根据这边的走线，有一部分被胶挡住了，但是没有关系啊，它呢大致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接近于直线的样子，所以呢就可以逆推出上面这边的排线定义。有了排线定义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画板子了。这块板子画的比较早，用的还是上一代的 RP2040 芯片。大致来说呢就是这边有个单片机，对吧，2040单片机，之后呢它输出直接就接到了屏幕的这些信号上面，2个横纵的驱动芯片信号都给它分开了。之后呢因为它需要2个高压嘛，这边呢是就请洗衣机大佬帮忙推荐了一个芯片方案，弄了一个12伏升40伏跟80伏的2路供电，当然呢也是留了个电位器，因为毕竟不知道这个屏幕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嘛。之后呢除此之外都还比较常规，总之呢就是画了这么一个板子，然后简单布线之后的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没什么特别的，那么呢就是这个样子了。这边呢是一个12伏电源输入，之后呢就是一路80伏一路40伏的升压输出，之后是单片机，这边呢还有一个 USB 接口，然后一个 SWD 接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上面一边插竖的，另外一边呢插排线延长，插横的，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板子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试一试这个板子能不能正常使用。那么要测这个板子呢，
当然呢是先给它接上可调电源啊，这边可调电源呢设到了12伏0.2安这么一个设置。那我们这里呢就来打开输出，然后看一下，可以看到确实是有高压的，我这边让它开一会儿就把输出给关掉了。我们可以测一下另外一路有没有，我们来给它关了电源，也是再来试一下，重开，可以看到呢是有高压的，之后呢我们有确认这2路高压都可以正常工作之后，就可以尝试接上屏幕，然后写一点简短程序，看看能不能至少让这个屏幕刷一个黑白，因为呢它只要说像素上下有电压，它应该就会动了嘛，对吧？当然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啊，这里呢遇到了硬件上的第一个问题，就说呢它这个屏幕排线啊，这边的 COF 它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补强或者加厚，所以说呢我这边这个 FPC 连接器 FFC 连接器啊，你看我后面这个锁其实已经锁上了，但是呢这个排线插进去仍然是没有任何阻力的，它是完全就扣不住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说给这个排线上面呢稍微给它加一点胶带，有了胶带之后呢希望就可以给它压住了，我们来给它加胶带。那么这样呢，就是把它已经连接上了，这边呢是直接插上，另外一边呢是用了一条这个 FPC 延长线，再加上这个延长板来给它接上。至于这个屏幕到底能不能用毕竟这也是库存了很久很久的屏幕了，我们只能够上电来试一下了。我这边呢也是写了一个非常简短的程序啊，就是大致把引脚定义了一下。之后输出字节呢也没有用特别复杂的方法，就是直接一个一个 pin 去设置。程序里面呢就是其实就是不断的给它反复刷黑白，一边呢输出55，另外一边输出 AA，就是一边呢输出高电压，另外一边输出 D。之后这边的代码呢其实就是可以看到它是先设置数据总线，之后呢就把时钟角给80个脉冲，因为它是320个像素，每个像素2个 bit， 数据总线是8个 bit， 所以就是320除以4是80个周期。我们横竖都是这样80个周期把它东西传进去，最后呢它这边有一个电源开关，我们电源开关打开，等10秒再把电源开关关掉，然后再下一帧，这样的一个代码。看到这个屏幕是直接就有反应了，不过好像有些点没有反应，一开始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花点啊，现在花点好像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多刷一会儿这些花点就能彻底消失呢？当然也可以让它刷的稍微快一点，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坏点正在渐渐消失。那总之我们先不管这个坏点的事情，它现在能够刷这个黑白了，我们接下来就来研究一下如何让它显示一点图案。这个屏幕呢，首先它显然是一个没有控制器的屏幕，它两边呢都是直接是驱动器，而这个驱动器功能又非常原始，它没有任何的扫描功能，它这个驱动器就是给了你80个高压 GPIO 的感觉，你可以自己设置这80个 IO 的电压高还是低，这样呢来实现对它的驱动。所以呢实际上在写程序的时候显然是不存在什么我直接发个命令进去，然后把图发进去之后呢再发一个让它刷屏这样一个命令，它图就自己出来了，显然是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传进去呢也不是像素而是波形，这点确实跟 E-Ink 有点像，不过比 E-Ink 那个还要更加原始一点。我们这边呢甚至得自己来生成扫描波形。好在呢就是论文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扫描波形应该是长什么样的。首先我们先来尝试理解一下这张图到底在说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呢它想要显示这么一个图案，当然呢这个屏幕它这边是纵横的一个矩阵扫描嘛，所以你能控制的只有这8条线，但是呢你可以随着时间来改变这8条线的状态。之后呢它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我先
扫描这一行，这行扫描完，把这两个像素显示出来之后呢，再扫描下一行。玩过点阵 LED 的话呢，应该就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要先驱动第一行，让这两个亮的话呢，那我就是先把这一行拉低，其他每一行呢我都给高电压。之后呢，这一列看哪些是要点亮的，这个要点亮我给高电压，这个不点亮我给低电压，这个要点亮高电压，这个不点亮给低电压。观察到这个像素上呢，就有高电压减低电压一个正的电压差。这边呢是零伏减零伏就没有电压差，它就不会点亮。这边呢又是高减低，它是一个正的压差，这边低减低又是没有压差。那么这个驱动做法有个什么问题呢？首先这个驱动做法呢在液晶屏上是不能使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观察这个选中的这一行之外，也要观察没有选中行发生的情况。像比如说没有选中行，这个像素是什么电压差？是高减高，那也就是说它是零伏，没有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呢？低减高，它是一个负电压，在 LED 上没关系，负压不能通过，所以 LED 不会有反应。但是呢，液晶屏上面呢，液晶屏它是一个无极性的器件。你有一个负高压跟有一个正高压，它的区别是一样的，这个像素仍然会被点亮。但是呢，我现在只在扫描这一行，我其实并不希望下面这一行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一行它正好需要点亮，它没问题。但如果考虑这一行呢，因为这个像素上它也会受到一个正高压，所以如果这是液晶屏的话，这个像素也会被点亮。那么这就不对了，你在扫描的时候不应该影响到其他行，它只应该影响到自己行。那么这边 LPD 呢，它显然也不是一个有极性的设备，或者说呢，它对于正电压跟负电压都是有反应的。总之有一个电压是变白，有个电压是变黑嘛。那所以说它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或者说它描述了 LPD 存在一个阈值效应，也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驱动电压这边高电压是80伏，然后中间它有一个40伏的电压，最低呢是0伏。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设备因为存在一个阈值效应，我给它80伏的时候它会有反应，给它40伏它就没反应了，给它0伏呢更加也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呢它这边讲的一个驱动方法就是说我驱动的行呢还是一样，我给一个低电压之后呢根据我要给的像素呢我给高低高低，对不对？之后呢这样行驱动起来了，其他行我不想驱动的我全部给它一个中间电压，就是说呢其他行全部是给的40伏，第一行给的是0伏，然后呢其他行我全部都给40伏。之后呢这边的列驱动要么是80伏要么是0伏，80伏或者0伏。这样呢对于第一行而言，它像素有可能能够受到电压差呢是80伏减0伏等于80伏，这边0伏减0伏是0伏，80减0 80，所以呢就是说选中的行它能够受到电压是80或者0，而没有选中的行它是则是这边你是80减40它是40嘛，这边0减40它是一个负40，它这边的电压呢只有可能是正40跟负40。而如果说它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阈值效应，就是40伏加上去它没有任何反应的话，那也就可以做到在驱动这一行的时候，其他行完全没有影响，而且呢它只需要3级电压，而不像液晶屏需要4级电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实际在代码里面实现一下这么一个扫描方案，看看它的扫描效果是怎么样的。当然每次这个点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选张图啊，这边呢我选的是亚托力官方的一张贺图我这边呢给它图像进行了一下裁剪，就是正好是对应屏幕的分辨率，取模成这个黑白的散点图之后呢，我们就试试把这张图刷到屏幕上。那么我这边呢也是把代码简单实现了一下，首先这边定义了几种可能的电压，高电压、低电压还有中间电压，它还有一个高阻态，但这个高阻态其实在驱动当中不应该被使用，至少我的理解上是不应该使用的。就像之前写的一样，我们每一行的选择电压是低电压，而没有选中的行则应该是中间电压。而对于每一列像素的话呢，需要点亮的是高电压，不点亮的就是低电压。是简单写了一下这些函数啊，就是具体实现把它驱动。主函数里面共140行嘛，每一行里面呢，首先是准备图像数据，如果这个像素是亮呢就亮，不亮就不亮啊。之后选中这一行之后呢，每一行之后写入每一行的数据，等个1毫秒，最后呢再取消选中这一行的数据，就是避免在这边选择行的时候
错误的把当前行的信号驱动到下一行嘛。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有这样明显的从上往下刷的这么一个痕迹的，但是刷完之后什么都没留下。这个其实是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它在刷当前这一行的时候，它不单刷了当前这一行，还把前面一行给清空掉了。也就是说，它所谓的这个阈值效应好像并没有发挥作用，它仍然影响到其他行。比如说这个40伏的电压，照理来说应该是不会有反应的，但它还是有反应，把其他行给清掉了。我又翻了一会儿论文啊，它每一行选中的时候，并不是说直接就把这一行驱动到位，然后呢再取消选中，它呢是刷一下，然后呢再取消，再刷一下，再取消，再刷一下，再取消，像这样反复。我们直接来复刻一下这个做法。现在就改好了，现在这边呢是让它刷50次，每次呢只驱动10微秒，来把这个东西下到板子里面，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可以看到已经比之前好一点了，好像是有一点样子了。那也就是说调这2个参数确实有用的，可以再试试看，把参数改成别的样子，会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但总之呢，就是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参数啊，效果都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不过呢，这个论文里面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路啊。就说呢，像我之前这个驱动方案，像这个样子，其实你如果玩一玩的话，它一共有6种不同的组合。之后呢，他论文里面也说了6种不同的组合，它的对比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通过我们之前就是长时间驱动，它什么都没留下，但是短时间多次驱动就有留下，说明它的这个阈值效应啊，可能是只有说在驱动时间非常短的情况下，它能有比较明显的阈值效应。你如果说它低于它的阈值，但驱动时间过长的话，它也会被驱动过去。它不是一个绝对的阈值。所以呢，它这边需要就是通过短脉冲，然后多次驱动来做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试的论文里面写的6种不同的方式，能不能有一种或者几种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我这里呢也就把6种不同的这个电压呢全部都已经写进去了，同时呢也每种分别玩了玩，把它的这个写入次数跟写入宽度都试了一试。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看每种的效果都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这个是第1种的效果，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比之前第2种那个好很多了。能看到图了，当然我们也再来看一下第2种那个效果。这个呢就是第2种的效果。它呢只能说下面那个字确实刷出来了，图基本上是看不见了。然后这个是第3种，比第1种的对比度还要再淡一点。然后是第4种，第4种这个对比度看起来就还行，我只能说也不能算特别好。注意到第4种它是先刷到黑，然后再刷出来，1、2、3都是先刷到白，再驱动黑的像素，但是4、5、6是先刷到黑之后再驱动白的像素。现在这个呢是第5种，很尴尬的是，这个我也做不到很好的效果。跟之前的第2种有点像，就是它只能出现非常淡的影子，你可能除了能看到一点点东西之外，其他就看不见了。也不知道是我的参数问题还是怎么样。最后呢是第6种方法。第6种方法，跟第3种跟第3种还第1种效果有点类似，反正就是能看出图，但是对比度也比较差。总之呢，就是各种实验下来，第4种应该是效果最好的。我们再回到第4种看一下。那么这个是第4种，应该是显著好于之前几种的。当然了，这个显示效果相比于 E-Ink 来比，肯定还是差得多了。这个呢是，我这 E-Ink 有点太大了。
这个呢是一块这个非常古早的ES133UT1，比卡塔更早一代的珍珠屏一个 E-Ink 技术。它在现在的 E-Ink 面前比起来还算是非常差的了。但是呢，显然打这块 LPD 是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呢，我也不好说，就是 LPD 它本身性能就这么差呢，还是说是因为我自己这块我驱动不行，或者说是它老化了等等的原因都有可能啊。但总之呢，就现在这个我手头的这片 LPD 的性能来说呢，是非常差的。当然，视频还没完。这块屏幕呢，确实的显示效果是差了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试，就是灰度显示。现在呢，它只有黑白二值嘛，通过这个散点来显示。这个屏幕本身分辨率就不高，它是一个320×140的分辨率，它本身分辨率就不高。你要再让它显示这个散点，效果就更差了。它如果说能有灰度的话，显示效果应该好一些。那么它能不能做灰度呢？如果它真的像 E-Ink 一样，就是说你驱动时间越短，它显示的灰度级别越低，那确实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我这边不是每一行会给它驱动很多次嘛，驱动个几十次这样。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给它驱动很短的一个，就比如说我只驱动一次它就是1级灰度，驱动2次就是2级灰度，驱动3次就是3级灰度，能不能这么做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下，可不可以这么做？那么这个灰度效果呢，比较难评吧。有是有的，你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像这个是最深的一级灰度，这边显然就是白色。之后呢，像这些呢就是浅一级的灰度，这边呢这个就是再浅一级的灰度。看呢是能看出来的，但是这个对比度实在有点太难评了吧。不过这张图它本身对比度比较低，也是有原因的。如果换一些别的图，可能效果会好一些。那么来都来了，我就再调看看，比如说弄个8级灰度之后呢，再把这个图的对比度本身拉高一点，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那么总之这个就是一个8级灰度的效果，渐变是自然了，但是呢也实在是看不出啥东西。我换一块屏幕吧，看看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因为这个按照经验的话，所有这种灰度驱动，特别是这个屏幕，感觉就是可能会比较挑具体的屏幕，不同屏幕可能差别会很大。我多拿几片试试看。那么反正差不多，最终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吧。我觉得，只能说还行。就这个效果，它只能说凑合看吧。8级灰度也不是那么高，然后它这个屏幕本身对比度就低。我觉得这个屏幕库存那么多年，也不知道是屏幕老化了，还是说这个是我驱动有问题，还是怎么样。总之各种都有可能吧。最终呢也是只能达到这么一个效果。那么这期视频我觉得暂时就先到这里了。之后呢，我应该是继续去忙 E-Ink 还有相机的项目了。点评这个系列呢，我们仍然是不定期更新啊。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